最早的乳胶避孕套出现在20世纪初，而通过调节激素以实现避孕的口服避孕药更是从面世至今还不到100年。那么你是否好奇，在现代意义上的避孕工具出现以前，对生殖生理缺乏认知的过去，人们有避孕行为吗？如果有，他们又都是怎样避孕的呢？可能会超出大家的预料，生育控制这一行为，其实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就已经存在了。人类最早有书面记载的避孕行为，可以追溯到一个辉煌的古代文明——古埃及。成书于公元前1850年左右的卡胡恩妇科植草卷，是古埃及历史上已知最古老的医学文献。虽然它的部分观点以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有些原始甚至是不科学的，但基于它在探索人类生殖与妇科健康问题上的勇敢尝试，它依旧不失为人类早期医学发展史中的一部重要文献。根据卡胡恩妇科植草卷记载，古埃及人会使用鳄鱼粪，再混合其他物质，诸如在古代世界被广泛当作药物使用的蜂蜜等，制成栓剂，放置于阴道中，以达成避孕的目的。古埃及人为何认为鳄鱼粪具有避孕效果？目前尚无确切答案，这可能涉及多方面因素。单就古埃及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生活习惯而言，鳄鱼粪除了有物理和化学上的作用以外，它可能还承载了一种象征意义。在古埃及，鳄鱼是尼罗河的重要象征，而在对鳄鱼的长期观察中，古埃及人发现母鳄鱼会保护巢穴和卵，因此鳄鱼就与繁衍和生育联系了起来。事实上，在古埃及神话中，以鳄头人身形象示人的索贝克神就被认为具有掌控生育的力量，再加上动物粪在古代社会的广泛用途，因此鳄鱼粪可能就被认为具有某种神秘的屏障功能，能够实现对生育的控制或阻断。不同于使用鳄鱼粪这一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避孕材料，在成书于公元前1550年左右，古埃及已知最广泛、保存最完好的医学记录《埃博斯植草卷》中，则记载了一种更为科学的避孕方式。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100年来古埃及人在医学上的实践与进步。在埃博斯植草卷中提到，古埃及人开始会使用由发酵的椰枣、阿拉伯胶和蜂蜜等混合物制成的阴道栓剂来实现避孕的新方法。这种新的避孕措施可能是具有一定效果的。首先，阿拉伯胶作为一种复杂的多糖和糖蛋白聚合物，本身就具有良好的粘附性和乳化特性，并且无毒无害。它在提供润滑的同时，其粘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精子的运动受阻，从而达到避孕的目的。此外，阿拉伯胶本身虽没有直接的杀精特性，但它在与发酵的椰枣混合发生弱反应以后，则会持续促进酸性物质的生成，继而降低阴道内的 pH 值，实现抑制精子的活动，增加避孕的效果。至于古埃及人为什么会想到用阿拉伯胶作为一种避孕材料，它除了有来自生活经验的积累，这或许还跟阿拉伯胶树广泛生长在埃及地区，非常容易获取，也有很大的关系。阿拉伯胶在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中涵盖了几乎从医学、食品等各个领域，包括广为熟知的木乃伊，其制作就用到了阿拉伯胶。除了古埃及，在古代其他文明中也记载了类似的制作某些阴道栓剂来实现避孕的办法。比如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史中，就曾描述了一种将雪松油、青蒿、熏香以及橄榄油等混合物置入阴道以实现避孕的办法。当然了，这种避孕方式显然对人体也有着比较大的危害，尤其是作为一种剧毒物质的铅，长期接触或是摄入，可能会造成中毒、神经系统损害等严重的健康问题。女性在性交后通过站立或跳跃，以帮助精液流出，从而减少怀孕的可能，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史中曾提到过的一种避孕方式。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性，在现代意义上的生殖科学被建立之前，这种避孕方式在过去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基督教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中世纪。由于基督教根植于教义和伦理观中对生育的重视，对人工避孕手段的强烈反对，这就使得一些基于自然行为、没有明显违反宗教伦理的间接避孕手段，成为了当时人们的一个绝佳选择。当然了，如同过去多数避孕方式一样，这种避孕方式也几乎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它反映的只是当时人们在有限知识下的一种尝试罢了。基于生活经验的避孕方式，诸如体外射精、安全期避孕和延长哺乳期的避孕方式，或许是过去人们采取的最为广泛的几种避孕形式了。比如在创世纪中就记载了犹大的次子俄南为了避免妻子他玛怀孕，就使用了体外排精的方法。
由于基督教教义强调性行为的生育目的，俄男的行为被逐渐扩大含义，包含了所有不导致生育的性行为，并最终与手淫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你会发现，英文中的手淫与俄男的名字就非常接近。通过延长哺乳期以实现避孕的办法，可能是过去人们采取过的最为靠谱的一种避孕方式了。古中国、古印度、古希腊等文明都曾记载了这种避孕方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女性产后的哺乳行为确实能够促进体内催乳素的分泌，而催乳素则可以抑制卵巢的排卵功能，从而降低怀孕的可能性。根据世卫组织和其他医学研究显示，在特定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在女性产后的半年里，哺乳期必经法的避孕成功率高达98%到99%。虽然过去的人们并不了解激素调控的原理，但过去依旧也有像现代人口服药物避孕一样的记录。使用一种名为罗盘草的植物，是古代地中海地区非常流行的一种避孕和流产方式。罗盘草原产于北非的西兰尼加地区，也就是现代的利比亚东北部，其用途非常广泛。除了作为避孕药物以外，当时的人们还会将其用作调味料、香水等等。基于罗盘草巨大的商业价值，其出产地西兰尼还因此成为了一座非常繁荣的城市。在对西兰尼遗址的考古中，考古学家亦发现了大量印有此植物的货币，可见其对西兰尼经济的重要性。不过，由于罗盘草没有存活的样本，这不仅导致有关罗盘草为什么会具有不孕效果成了一个谜团，甚至连它的真实身份目前也有较大争议。有的人认为罗盘草是伞形科下属的一些物种，比如阿魏属植物、野胡萝卜，可能就是所谓的罗盘草。而这些伞形科植物，经现代研究证明，也确实具有类似的避孕或堕胎作用，尤其是野胡萝卜，在现今印度仍被当地人作为传统节育药物在使用。不同于上述观点，有的人认为，基于古人对罗盘草的巨大需求，这种生长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植物应遭到大面积收割，其数量应该在公元1世纪左右就开始急剧减少，并最终灭绝了。根据古罗马学者普连尼的说法，最后一株罗盘草曾被作为珍品献给了罗马皇帝尼禄。避孕套作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避孕工具之一，但在20世纪上半叶，乳胶避孕套被发明出来之前，这种类型的避孕工具其实并不常见。虽然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古代世界的人们也曾利用诸如羊肠、鱼鳔等动物器官来制作避孕套，但历史上首次书面上明确记载对避孕套的使用，还要追溯到16世纪的欧洲。加布里瓦·法罗皮奥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一位著名的解剖学家和医生，在法罗皮奥撰写的一本有关梅毒的专著《关于法国病》中，我们了解到欧洲人第一次使用避孕套的明确记录。根据法罗皮奥的描述，为了预防源头，至今仍不明确。从15世纪末开始在欧洲大陆肆虐的梅毒，他建议人们使用一种用亚麻布制成的护套，并用化学溶液浸泡并晾干后，将其覆盖在龟头使用，可以有效预防在性交过程中感染梅毒。虽然法罗皮奥并没有在原文中明确说明这个所谓的化学溶液的配方，但根据他本人的说法，利用这个办法，在对1000多名男性的实验中，没有一个人感染梅毒。早期对避孕套的使用似乎更强调对性病的预防，但基于在此过程中它同时发挥出的显著的避孕功能，在进入17世纪以后，避孕套开始愈发被当作一种避孕工具使用，在上流社会受到推崇。比如在1655年，法国的色情小说《少女哲学》中就首次明确提到小布片可用于防止怀孕。1666年，英国生育率委员会将近期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于避孕套的使用，这也是现今英语类似避孕套一词的首次明确记载。19世纪是避孕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其大众化的开始。1843年，美国化学家和制造工程师查尔斯·固特异发现了制作天然橡胶的办法，并开发出了橡胶硫化法。而后，比亚麻布或是动物肠子制成更加可靠和廉价的橡胶避孕套于1855年出现了，并愈发受到人们的欢迎。1920年，避孕套的工艺再次革新，比橡胶避孕套更薄、更舒适的乳胶避孕套在这一年问世，并逐渐成为了当下主流和最常见的避孕套类型。从过去那些混合着迷信与经验的古老常识，到现代以科学为支撑的精准避孕手段，千年来人类在避孕领域的探索与变革，一如人类在其他领域的摸索，这不仅是人类倔强的精神体现，更彰显了人类在面对未知时的勇气与创造力。避孕手段日新月异的背后，其内核还是人类对自由选择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那么除了上述这些提到的避孕手段，你们还知道哪些过去曾出现过有趣甚至是离谱的避孕形式呢？不妨在视频底下留言，让大伙们开开眼界吧。